张伟丽携手死神方便共赴韩国参赛，打得韩国选手眼神发飘腿发软，韩国观众更是不忍直视嚎啕大哭。赛前发布会上，韩国团队不讲武德搞偷袭，竟拿起一瓶酱油倒在了中方代表的头上，还妄图施展锁喉下黑手。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中方代表竟选择了忍气吞声。然而韩国方面却将嚣张跋扈演绎到了极致。赛前张伟丽的对手徐艺勤在镜头前殷跑嘴：“我根本不认识张伟丽，她更不配做亚洲女拳王，我将会在1回合之内把她打到亲妈都不认识她。”面对嚣张狂妄的韩国人，张伟丽在媒体面前做出了回应：“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不喜欢平白一话，我只喜欢在那个八角笼里用拳头。”今天的比赛非同一般，我们中国的2大搏击名将张伟丽携手死神方面来到了韩国踢馆。以往很多嚣张的韩国泡菜到中国撒野，一个个狂得无法无天。这一次我们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直接杀入了韩国首尔。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中韩对抗赛。穿背心的是张伟丽，穿短袖的是徐艺勤。当时张伟丽在国际擂台初露锋芒，但已经有亚洲第1女拳王的势头。然而韩国官方却并不这么认为，让他们承认别人优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在他们眼里，亚洲最强必须是韩国人。于是徐艺勤就被推了出来。这娘们水平怎么样不知道，但狂是真的狂。赛前扬言要把伟丽打到亲妈都认不出来，可真正上了擂台又蹦蹦跳跳不敢硬刚。많은 킥캐치 잡았습니다. 그리고 디디바를 공략하지 못했습니다. 세단 저기 갔을 때는 그리고 확실하게 정면에 올려주는 게 좋아요. 네, 니키 케이디 쪽으로 몰아붙입니다. 서해당 선수. 너무 니키. 니키 데미지가 좀 있는데요. 아래쪽에서 상해 포지션 장웨일리 서해당을 찍어 누르고 있습니다. 왼손으로 파운딩. 比赛刚开始1分钟，徐艺勤就被按在笼边暴骂，就这点实力也敢出来丢人现眼。赛前韩国官方还开启全球直播，妄想让全世界看到张伟丽的狼狈模样。万万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自家选手被揍的生活不能自理，连带着整个韩国拳坛都被啪啪打脸。而此时占据优势位的张伟丽又掏出了他的成名绝招肘击，摆明了是要以牙还牙，将他打到亲妈都认不出来。 세단 선수도 빠져나오려면 지금 오른쪽 겨드랑이 힘이 돼요. 오른쪽 겨드랑이 반대쪽으로 나와야 될 것 같습니다. 장웨일리가 머리를 통해서 좀 눌러주고 있습니다. 잡히면서 택다운 성공하는 장웨일리. 在张伟丽密不透风的压制之下，徐艺勤找到机会企图施展十字步，只能说这家伙是异想天开。只见伟丽蛮力爆发，将其提起，随后狠狠砸向地面，这一下差点就把小泡菜的脖梗砸断，吓得他赶紧放弃了十字步。这比赛看得真是惊心动魄，赏心悦目。 그래서 장웨일리의 왼팔을 놓아주지 않습니다. 그리고 일어납니다. 서해당 또 한 번 택다운 장웨일리. 서해당 선수 지금 장웨일리 선수가 저기 뭐가 치려고 해서 도복을 필요 없어요. 네. 초반의 힘을 장웨일리 선수가 잘 쓰고 있고 서해당 선수가 어디다가 어찌됐든 간에 기회가 옵니다. 예. 그래서 眼瞅着韩国选手被蹂躏的毫无反抗之力，韩国裁判趁机介入，让2人回归战力。如果你以为这家伙救了徐艺勤一命，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这个举动彻底把小泡菜推进了火坑。 장웨일리 선수가 너무 공격적으로 안 되는데 해서 그거에 다 따라갈 필요 없이 예. 조금은 방어하면서 자기 패턴을 유지해야 돼요. 김규환 뒤쪽으로 올라갑니다. 라이트 서해당 펀치를 계속해서 허용하고 있는데요. 등을 모습니다. 뒤쪽으로 장웨일리가 압박합니다. 케이디 쪽으로 몰아주고 있는 서해당 니키. 장웨일리 선수가 에너지가 엄청난데요. 只见张伟丽不仅提膝紧跟致命肘击，瞬间就将徐艺勤砸翻在地。随后他提起沙包大的拳头疯狂输出，每一拳都包含了怒火，力大无穷。 위기인데요. 서해당 끝까지 방어해주고 있습니다. 왼손으로 오른손 웨일리. 眼瞅着自家泡菜要被打成了榨菜，韩国裁判一把推开张伟丽，这家伙真是该死。那么用力推伟丽，真该给他狠狠来一拳。不过张伟丽打的是真解气，全程暴揍韩国选手，拿下比赛胜利。 그러니까 저 장웨일리 선수의 일보가 너무 강하게 보였어요. 서해당 선수가 전혀 생각을 못했던 것 같습니다. 만한 앞선 파이터처럼. 本以为张伟丽的霸气碾压能让韩国人认清自己，万万没想到他们根本看不清局势。当死神方便登上擂台之后，主持人却得寸进尺，蹬鼻子上马，鼻孔朝天嚣张喊话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zechia。” 韩国选手金世基更加不知天高地厚，一出场就开始拉民族仇恨，站在擂台上举着话筒疯狂挑动现场气氛。 우리나라의 그 제일 붙어있는 파이터! 자, 여러분, 힘 한번 주세요.
자, I say give, you say take. 갑니다. 자, give. 점수 1번.他是韩爽吗？台下的韩国观众也嗨了。同时，死神方便也彻底怒了，他下定决心要将这个金世基打到死机。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蓝色全套死神方便，红色全套金世基。这是一场8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比赛。当时的死神方便在国内几乎是无可匹敌的存在，25连胜的豪华战绩令一众老外闻风丧胆。高手总是寂寞的，所以他才会出征韩国。一方面是寻找更强大的对手，另一方面是教训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棒子。而金世基被称为韩国第一战神，拿他开刀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是不是能够继续续写他不败的神话？在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比赛里面，方便战胜考克莱之后，我感觉他在这个战术打法上更加的功夫，控制比赛能力更强。漂亮，一个接腿分。眼看着自家战神一上来就被摔得七荤八素，韩国裁判又出手了，直接禁止方便接腿后2次发力。好家伙，可真有你的！如此肮脏的竞技精神，难怪会闻名世界。本来方便心底还有那么一丝丝友好交流的想法，这下算是彻底断了念想。既然你不仁不义，那就面对疾风吧。金世基呢，如果知道徐岩的话，对他也应该陌生，因为他和徐岩曾经交手过，当时他是打7公斤的比赛。没想到现在体重逐渐的增加，已经到了80公斤，和方便竞对。但是我们从场上现在金世基的表现来看，他现在已经不像他打7公斤级这么的灵活了。尽管他有身高，但是显得非常的笨重。毕竟随着比赛进行，方便已经彻底掌握了场面上的局势。突然打出一记迎击拳击倒韩国选手，金大头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开始睡觉。刚刚还嗨翻了的韩国妹子，现在也露出了怀疑人生的表情。擂台上的金世基在裁判的搀扶下走向边界，但这个读秒的速度可真是一言难尽。可不管他们玩什么花样，技不如人就是要挨揍。就算金世基强打起精神继续比赛，那也只能沦为人肉沙袋，接受方便重拳的血淋。还能够继续比赛，但是胜利地方硬是方便继续竞争，给他传一个机会，打了这个对方金世基，你看这个对方，结束了。连续几十拳的轰炸，金大头已经一个头两大，他的鼻尖和眼角全是血迹。然而韩国官方却在赛前给他下了死命令，只要还能站起来就必须要打下去。他们已经输的就剩这条裤衩，再输下去大韩民国在搏击圈可就真的没有立足之地。于是老金又硬着头皮上阵。观众朋友们，现在您看的正是武林风走进首尔中韩对抗赛男子80公斤的比赛，在第2局的比赛当中，这是方便挑了你瞅瞅，这就是死鸭子嘴硬的下场。像方便这样的高手痛打落水狗那是基本操作，更何况金世基早就眼发飘腿发软，以这样的状态继续比赛与自寻死路毫无区别，这回可以踏踏实实睡觉了。最后让我们恭喜方便拿下胜利，他和张伟丽都是中国搏击旗帜性的人。如果大家也喜欢这2位选手的话，还请动动手指点个赞，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